看一下如何完成。我们在事件图表里面来一个添加一个时间轴，然后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floating 啊 floating。好，双击进去，来一个浮点。同样的方式啊，这个之前我们加了很多次，加2个点进来。第一个点在0秒的0值，然后第二个点呢，我们希望大概在3秒钟之后漂浮到指定的最后的那个位置1。我们老是用0和1啊，总是用这个0和1，是因为我们用百分比的方式去控制会比较方便一点。1就是100%，0就是0%啊。然后把它的值改一下，改成叫 alpha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另外还需要把这个自动播放循环，使用最后一个针打开。好，如果使用循环的话，飘到那个地方，那我们还要飘回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干脆做成这个样子。6秒钟之后，它又飘回来了，所以这个长度要把它换成6秒啊。这个地方长度一定要记得，如果超过5秒，它默认是5秒，超过5秒的话，你要把它变长。飘过去又飘回来。好，看一下这一部分后面怎么来写。我们把样条拖出来，首先要获得样条它现在的长度 length， 获取样条的长度。这里是个百分比，这是样条的长度，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样条多少的时候在哪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样条有一个这样的函数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叫做 get distance 啊，你可以记一下中文，获取样条处的距离处位置。好，这个有点拗口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可以通过百分比来获取这个样条现在走了多少。走了，比如说我现在走了50%啊，假设这个样条是100的长度，走到了50%，那是50，那么在50的距离里面，它的位置在哪里？就是它在空间中的位置是什么地方啊？就这么去理解。我们呢，首先来个乘法，它的总长度乘以现在走的百分比，就是它现在的距离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现在的距离放在这个地方啊，现在距离。就知道它现在获得的点了。好，这一段啊，一定得要理解。然后我们就将这个岛屿呢来进行漂浮 ，set location 设置它的位置，对不对？设置相对位置，然后把它连起来，然后将这一个位置，将样条，我们从样条处获得的位置呢，连接到这个地方。好，点编译保存来试一下。看看这个岛有没有飘起来。好，这个岛飘得好快啊！可以看到它现在是顺着这一个曲线啊，我们刚刚那个曲线来进行往复的这个漂浮，但有点快。我们呢，可以把它的这一个时间啊，把时间再调长一点，把它调到这个30秒钟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15秒。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地方呢是30秒，变成了一个比较长的这个轨道，比较长的啊，这样漂浮起来会好看一点，更加像漂浮一点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这一个岛呢正在漂浮，然后还可以调得更慢一点啊。